为了不招惹楚灵溪那个可怕的母亲，楚之渊和楚若诗这对特别希望楚灵溪去死的两个人，却戏剧性的开始全力的救助楚灵溪。只是以楚之渊与楚若诗的实力，他们想要医治如此伤势的楚灵溪，这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最终还是两位太上长老出手帮忙，才将危在担心的楚灵溪从死亡的边缘给解救了回来。当然，两位太上长老特意隐藏了他们出手的痕迹，并且将解救楚灵溪的功劳交给了楚之渊与楚若诗二人。而把楚灵溪从死亡的边缘解救回来之后，他们便带着楚灵溪向外寻去。起初他们还不解楚浩言与楚环宇等人去了哪里，直到来到岩洞口后，发现楚环宇等人皆在此处后上前询问，才终于明白，搞了半天是先前与楚悠远交手的时候动静太大，连岩洞都颤动起来，这些小辈以为岩洞崩塌，所以吓得都跑出去了。但是得知此事，两位太上长老则是忍不住在心中嘲笑这些小辈无知，这里的岩壁那般坚固，他们轰碎都做不到，又怎么可能让整个岩洞崩塌？当然，其实最先询问的并非是他们，而是楚浩言等人。虽然楚浩言的爷爷参与了这件事，但是楚浩言其实是并不知情的，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爷爷是那两个小辈之一，因此对那两个小辈的重伤也是毫不关心。他关心的唯有那岩洞深处的宝藏，而自然而然的，楚之渊他们也是将早就编织好的谎言告诉了众人。真是可恶！我就知道那个楚风没有这么好心，带着我们一起来到此处，他果然是想独吞此处的宝藏。楚浩言得知此事，毫不犹豫的便选择了相信，不仅选择了相信，更是开始唾弃楚风。是啊，他可是在场之中最希望楚风不得好死的其中之一，眼下得知楚风死了，自然很是高兴，但哪怕如此，他还是要唾弃楚风。哪怕楚风死了，他也不打算放过楚风，他要让楚风臭名远播。亏我还那么相信他，真是想不到这楚风是这样的人，活该！这种人死了活该，这就是他为他的贪心付出的代价。只是可惜，害得我们白跑了一趟。一时之间，除了那仍在昏迷的楚灵溪之外，在场的所有人都在唾弃楚风。其实这也正常，毕竟他们本来就是墙头草，哪边有利哪边倒。只是楚风死了，我们应该怎么离开此处啊？忽然，其中一位小辈问道：“对啊，是靠着那楚风，我们才来到此处的。现在他死了，我们怎么离开啊？这个该死的楚风，他这不是害我们吗？”而那位小辈此话一出之后，众人也是如梦初醒，一时之间惊慌失措、愤怒，紧接着又开始咒骂起楚风，就好像所有的过错都该楚风来承担一般。哪怕来到此处，明明是他们自愿的。而在众人慌乱不已、手足无措之际，楚之渊瞧准机会站了出来，说道：“来时的路，我记得。”你可是楚之渊这一开口，立刻遭到了众人的质疑，不仅仅是质疑，还有鄙视的目光，那种眼神简直就像是在看待笑话一般。楚之渊，你脑子是不是被楚风打坏了？竟然也学会说起大话来了！哼，真是好的学不到，坏的学得快。而楚浩言与楚环宇这两位楚氏天族的天才，更是对楚之渊冷嘲热讽起来。而在楚浩言与楚环宇开始讽刺楚之渊后，在场的不少人更是借机加入了讽刺楚之渊的阵营。他们都不相信楚之渊，都觉得楚之渊是一个小白脸，是一个废物。最终还是楚若诗站出来为楚之渊撑腰，才得以平息众人的集体斥责。你们谁知道离开此处的方法吗？楚若诗大声问道。众人皆是不语。他们若是知道离开此处的方法，早就离开了，又岂会待在这里？既然不知道离开此处的方法，就老老实实的跟在我之渊哥哥身后，否则死在这里可别怪我们。楚若诗威压四射，话语凌厉，隐隐之间更是能在空气中感受到自他体内散发出的寒气。这样的楚若诗便是楚氏天族小辈之中当之无愧的王者，没有人敢反驳，没有人敢抗衡，哪怕楚环宇与楚浩言也是不敢。既然大家没有异议，那我楚之渊便为各位兄弟姐妹们带路了，请大家跟紧我，莫要掉队。楚之渊说完此话，便走到了人群前方，准备带着众人离开此处。等一等！可就在这时，楚浩言却是忽然开口，他看着楚之渊说道：“楚之渊，你当真要为我们引路？”当真？楚之渊回道：“那你就别怪把丑话说在前头。若是在这9月神域关闭的时候，你还在带着我们乱转，那就休怪我先宰了你。”楚浩言冷冷地威胁道。楚浩言，你真是不就在此刻？楚若诗再度站了出来。可是楚若诗的话还没有说完，楚之渊却是忽然大袖一挥，而在楚之渊挥手之后，向来霸道的楚若诗竟然乖巧的像个小绵羊一样退了回去。而此刻的楚之渊更是面带笑意，风轻云淡的看着楚浩言说道：“浩言，若是在9月神域关闭之前，我还未能带着大家寻得出路，不用你动手，我楚之渊会自刎谢罪。”楚之渊说完此话，便转身引路，众人更是赶忙相随，倒是唯独楚浩言愣在了原地。他仿佛产生了一种错觉，在楚之渊说话的时候，他感觉楚之渊的目光很是凌厉，这是他从未感受到过的目光，至少在楚之渊的身上，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凌厉的目光。可很快，楚浩言便轻哼一声，低声说道：“待离开此处，有你好看。”话罢，也是随着楚之渊的步伐走了过去。尽管他很不喜欢楚之渊，可是他却也想离开此处，毕竟若不在规定的时间内离开此处的话，那么等待他们的便是死路一条。众人半信半疑地跟随着楚之渊，只想寻求生存的机会。至于楚风，他们已经全然抛在脑后，不仅相信他死了，还觉得楚风该死。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当他们一无所获地离开那岩洞，甚至准备离开9月神域之际，楚风却在岩洞的火湖最深处修炼着。眼下楚风位于火湖最深处的火湖源泉之中，盘膝而坐，专心修炼，独自享受着这9月神域阴阳之门内最大的宝藏。而楚悠远则是站在火湖源泉之外，位于火湖之中，负手而立。虽然
位于火湖之中，但是楚悠远也并没有遭受那火湖之水的侵害，因为楚悠远的周身也散发着雷霆，那雷霆保护他不受血水袭击。原来不仅仅是楚风能释放出那雷霆保护自己，楚悠远也可以，似乎拥有天雷血脉之人都可以。眼下的楚悠远虽然位于源泉之外，可是他的目光却一直凝视着源泉，因为眼下的源泉已经与先前不同，泉水不再像先前那般平静，这泉水竟然沸腾了，就像是这沸腾的火湖之水一般，有种蓄势待发之感。而源泉的变化乃是从自从修炼不久后开始的，并且随着楚风修炼的深入，这源泉的变化也是越发明显。楚悠远断定这一切皆与楚风有关。忽然之间，那沸腾的泉水竟然化作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那漩涡以楚风为中心，开始急速旋转，气势磅礴，极为壮观。最重要的是，眼下肉眼可见的天地能量正在不断的涌入楚风的体内。这种情况下，就连那原本沉睡的火狐鬼也是惊醒了。不过火狐鬼惊醒之后，却并没有像先前那般吵闹，反而是眨动着火红色的大眼睛，注视着眼前的一幕。就连他也被眼前的一幕所吸引，竟然在这火湖之中修炼出了此等异象。看到此情此景，楚悠远的目光又惊又喜，许久之后才有所缓和，忍不住感慨道：“楚风，老夫真是期待此次修炼你会得到怎样的收获。”在楚风专心修炼之际，楚之渊等小辈仍在赶路。起初人们都很怀疑楚之渊，可是一路走来，人们也是注意到了来时曾看到过的景物，于是对楚之渊则越发的自信起来。而楚之渊有完整的路线图，自然不会引错路，所以最终自然是成功的将众人带回了阴阳之门的入口处。只是不明真相的众位小辈却炸开了锅，一时之间对楚之渊赞叹不已，感谢的话语更是说个不停。这也不能怪他们不淡定，毕竟楚之渊将他们带了出来，等于是救了他们一命。随后他们便立刻自那阴阳之门走出，终于离开了九月神域。而当他们走出来之后，那些守在此处的长老们也是赶忙迎上前来。怎么了？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守在此处的长老紧张不已。先不说那两个被太上长老占据肉身的长辈，身负重创，已经危在旦夕。圈里楚若诗、楚之渊和楚灵溪也是身负重创，这可都是楚氏天族不能出世的小辈啊。尤其是楚灵溪，此刻居然陷入昏迷，这让长老们怎能不紧张？而就在这时，一声轻哼传来，随后那昏迷已久的楚灵溪竟然苏醒了过来。我这是怎么了？谁偷袭了我？楚灵溪揉着自己胀痛的脑袋，感受着自己灵魂的疼痛，不知所措，却又气愤不已。灵溪，有人偷袭了你？长老紧张地询问道。这可是楚氏天族真正的大小姐，连他们也不敢怠慢。我好端端的就忽然脑袋炸裂，然后昏倒了，不是有人偷袭我，又会是怎么回事？楚灵溪很是愤怒地说道。是谁？是谁偷袭的？你？长老问道。都说是被偷袭了，我若知道还能叫偷袭？楚风越发愤怒，哪怕对待这些长老态度也是非常的蛮横。看来忽然晕倒且身负创伤，这真的激怒了这位大小姐。是楚风。就在此刻，楚之渊忽然开口。楚风？长老们皆是非常诧异，随后异口同声地问道。你说是楚风偷袭了灵溪？没错，前辈，正是楚风。楚之渊说道。你放屁，楚风怎么会伤我？听得此话，楚灵溪则是不高兴了，竟直接指着楚之渊的鼻子大骂起来。楚风呢？楚风呢？楚风人去哪了？你们不是一同进去的吗？为何你们在？楚风不在，你们把楚风弄到哪里去了？楚灵溪发现楚风并不在场后，情绪变得更加激动起来。灵溪，楚风的确伤不到你，可是阴阳命珠却可以伤你，是阴阳命珠的作用，让你陷入了昏迷，让你重伤，而并非是谁偷袭。就在此刻，楚若诗解释道。阴阳命珠。听得此话，楚灵溪一愣，随后原本愤怒的脸色则是布满了担忧。为何阴阳命珠会伤到我？楚风呢？楚风他去哪了？你们把他怎么了？楚灵溪逼问起来。他下意识地觉得楚风是出事了，而楚风出事一定与楚之渊和楚若诗有关。若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此刻一脸茫然的长老们也是忍不住追问起来。长老大人，这件事还是由我来说吧。而此刻楚之渊再度说道。楚之渊这一开口，几位长老眉头一皱。尽管楚之渊是太上长老的孙儿，但是因为楚之渊的不争气，哪怕这些长老也不太喜欢楚之渊，所以这件事情他们更希望楚若诗来说。可是现在关系重大，他们只想知道真相，所以倒也没有要求太多，而是任由楚之渊开口。之后楚之渊便从头讲起，把楚风带领他们找到宝藏的经过，以及他们所编织的谎言，全部告知了此处的长老。不可能，楚风不可能做出那种事，一定是你们暗算了楚风，并且对楚风走出了不利的事，最后还诬陷楚风。然而听得楚之渊的一番话后，楚灵溪却是彻底爆发了。灵溪妹妹，这绝非是我一家之言，此事若诗可以作证，两位兄弟可以作证，我们身上的伤更是可以作证。楚之渊解释道。不可能，楚风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是你们冤枉他，是你们联起手来冤枉他。楚灵溪疯狂地大喊着，声音之中散发着绝对的愤怒。他根本就不相信楚风会做出那种事，反而一口咬定是楚之渊他们在冤枉楚风。事实摆在这里，你却非要狡辩。灵溪，你这简直就是在胡搅蛮缠，蛮不讲理。楚若诗对楚灵溪斥责道。事实，现在楚风不在，你们四个人说什么是什么，这叫做事实。楚灵溪冷笑连连，他根本就不相信楚若诗他们所说的话。你信或不信，这都是事实。楚若诗说道。你们的人品，要我如何相信？楚灵溪冷笑连连，而楚若诗更是不甘示弱，二者你来我往，争吵不断。忽然之间，被两位太上长老占据肉身的小辈则是忽然大口大口地吐出鲜血，随后二人同时看向楚灵溪，说道。楚灵溪，
我知道我们虽是同族，可是我们在你眼中猪狗不如，我们的生死对你来说更是不值一提。但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的伤就是楚风留下的，我们的死也是因为楚风。这件事情我们没必要撒谎。话罢，那两位又看向在场的所有人，说道：诸位长老大人，诸位同族的兄弟姐妹，楚风虽然自食恶果，已然丧命于那9月神域之内，可我们的仇却并没有报。我们必须让所有人知道，那楚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多卑鄙，他有多无耻，他有多么的自私自利。长老大人，各位兄弟姐妹，你们要为我们做主啊！嗨嗨呀！这番话说完，他们两个便剧烈的喘咳起来，那血大口大口的自口中喷洒而出。没过多久，二人便身子一歪，失去了生命的气息，死了。其实他们早就死了。先前一直说话的乃是楚浩言与楚之渊的爷爷，这两位太上长老。而在说完那番话后，他们两个便利用特殊的手段，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那两个小辈的躯壳。当他们离开后，这两个小辈自然也就是彻底的死了。楚灵溪，你看到了吗？他们两个可是我们的亲人啊！他们惨死于楚风手中，你居然还要为那个楚风辩驳，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你到底还是不是楚氏天族的族人？楚若诗指着楚灵溪斥责道：灵溪啊，无怪做哥哥的说你真的是被楚风蛊惑住了，你已经不分黑白，失去了判断对错是非的能力。楚之渊也是开口说道：这对狗男女一唱一和，一个半白脸，一个半红脸，联手反驳着楚灵溪。在这种情况下，楚氏天族的许多小辈也都满肚子的怨念，他们都把那两个死去小辈的话都当真了，因为他们都觉得两个快要死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利益可谈，自然也就不会被楚之渊和楚若诗收买，所以他们都觉得他们两个说的乃是事实。楚风的本来面目就是那样一个不堪的人，尤其是当那两个小辈死了之后，更是激发了人们对楚风的恨意。可是楚灵溪居然事到如今还在为那样的人辩驳，哪怕自己的族人死去，脸上也没有一丝波动，他们自然很是不爽。一时之间，人们看向楚灵溪的目光都变了，那其中充斥着深深的幽怨。可是对于众人那幽怨的目光，楚灵溪却是不屑一顾，就仿佛他们怎么看自己，楚灵溪根本不在乎一般。我不管你们4个说什么，我都不信，我只信楚风说的话。我现在就去把楚风找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绝对不能让你们信口开河，这样污蔑于他。此话说完，楚灵溪当真就向那9月神域冲了过去。灵溪，莫要冲动啊！见此情形，楚氏天族的长老顿时大惊，赶忙将楚灵溪拦了下来。放开我，放开我，我要回去找楚风！楚灵溪大喊大叫，近乎疯狂。可是哪怕如此，楚氏天族的长老却也死死地抓住他，不让他靠近9月神域。9月神域的时间已经快到了，这个时候进入其中，那简直就是自寻死路。而终于，在楚灵溪疯狂的呐喊与咒骂声中，9月神域将要消失的期限也终于快要临近。在这期间，进入9月神域修炼的楚氏天族之人，也是陆续自9月神域内走了出来。其中一些小辈们情况的人，也是第一时间来到了阴阳之门的入口处，其中便包括楚轩正法。你们说楚风想要独吞宝藏，结果却被宝藏反噬，葬送于阴阳之门内，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楚之渊，你老实给我交代，到底是怎么回事？得知经过，楚轩正法也是脸色大变。相比于楚灵溪，楚轩正法的反应则更是激动，他竟然一把抓住了楚之渊的衣襟，将其给提了起来。给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若敢再撒谎半句，我就废了你！楚轩正法以威胁的语气说道。楚轩正法，你在做什么？就在这时，两道身影忽然从天而降，这二人正是楚浩言的爷爷与楚之渊的爷爷。他们二人在离开小辈的躯体后，便立即恢复本尊，并且重新返回了此处，因为他们很清楚，以楚轩正法的性格，肯定不会相信楚之渊和楚若诗所说的，一定会难为楚之渊，而他们两个自然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他们回到此处后，故作不明真相的询问了一遍事情的经过，随后便立刻斥责起楚轩正法。楚轩正法，你是疯了吗？那楚风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杀害同族小辈，简直罪不可恕，死不足惜，你居然还要袒护这样的东西，莫非你是要叛族不成？楚浩言的爷爷对楚轩正法说道。叛族真是一个好大的帽子，只是楚风的人品我清楚，他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除非是我亲眼所见，否则不管他人说什么，我都绝不会相信。楚轩正法说道。证据确凿，由不得你不信。楚浩言的爷爷说道。好了，不要争辩了，这件事情这样争辩是解决不了的，依我看，还是请族长大人出关，让族长大人来评判此事吧。就在此刻，楚之渊的爷爷说道。好，既然你有此意，那就依你，请族长大人来评判此事。但休怪我将丑话说在前头，若是族长大人觉得此事有蹊跷的话，我定会将楚之渊和楚若诗两个人抓起来，以我刑罚堂的手段亲自审查，来让他们说出实情。楚轩正法说道。听得此话，楚之渊和楚若诗皆是目光一动，在他们的眼中都涌现出了恐惧之色。刑罚堂的手段他们是知道的，若真是落到刑罚堂的手里，被刑罚堂的手段逼供，那他们可是承受不住的。两位大人，我们所言属实，还望你们为我们做主。楚若诗赶忙来到了两位太上长老的身前。若诗你放心，族长大人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绝对不会委屈了你们。楚之渊的爷爷说道。随后，两位太上长老以及楚轩正法便带着楚之渊和楚若诗以及楚灵溪三位小辈，一同前往了楚氏天族的最深处。这里是一片奇地，群山突起，如一把把利剑，穿过云端，直通天际。山巅之上，竟有瀑布，如白龙下凡，奔腾而下，一行行白鹤闪烁着银色光华，竟成群飞舞。偶尔鸣叫传来，听得人心旷神怡，宛如身处仙境。此处得确称的上是仙境，因为哪怕这里的天地能量也是格外的浓郁，因此此处还有一个与仙境有关的名字，名为楚氏仙境。这里
正是处世天族的族长以及太上长老的闭关之所。来这里闭关修炼，不仅仅是修为强弱的问题，同样也是身份的象征。没有足够的地位，是不可以来这里修炼的。而在这处世仙境的最深处，有着一座最高的山峰，山峰之巅有着一座古塔，这里便是处世天族族长所闭关修炼之所。而在这古塔的门前，居然盘坐这两位老者。两位老者，一胖一瘦，衣着一黑一白，这应该是他们身上最大的特色。因为除此之外，他们除了看上去非常的老之外，其他的看上去都很普通。直到两位太上长老与楚轩正法等人靠近之后，两位老者的双眼突然睁开，并射出两道极为凌厉的目光。那一刻，连天地都是一颤，周遭的天地能量更是因为二人而产生了改变。这两位老者竟然皆是二品尊者，只是他们两个拥有如此实力，但实际上却并非是处世天族的太上长老。事实上，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处世天族族人，他们这样的身份本不该出现在这种神圣的地方。而之所以能够让他们两个出现在这里的原因是，他们两个乃是处世天族族长极为信任的两个人，他们两个是处世天族族长的贴身护卫。族长闭关，他人不得靠近。楚轩正法等人还未靠近，那两位老者便发出了一道暗中传音。那暗中传音映入楚轩正法等人的耳中，竟然隐隐间有着一些威胁之意。而听到那暗中传音之后，两位太上长老以及楚轩正法也是赶忙停了袭来，他们并没有直接抵达山峰之巅。此刻，两位太上长老与楚轩正法几乎同时开口：“两位大人，有要事求见族长大人。”还为两位大人通报一声。面对这两位并非处世天族的族人，居然两位太上长老也要施以一礼，且尊称一声大人，这份面子可谓给的相当足够。可是哪怕如此，那两位老者却并没有丝毫领情的意思，反之，他们冷漠地回道：“族长闭关时期未到，除非处世天族遭遇大劫，否则在此期间发生任何事都不要打扰族长。有事的话，去找汉鹏大人。”听得此话，两位太上长老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不爽之色。可是他们最终仍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转身去找刚刚闭关的楚汉鹏。至于楚轩正法，也是无可奈何，因为他们都清楚这两个老者的脾气，他们说不通知族长，就一定不会通知族长，哪怕杀了他们两个，他们两个也不会去做这件事。更何况他们的实力又不是这两个老者的对手，所以最终楚轩正法也只得跟着两位太上长老去请出那刚刚闭关的楚汉鹏。而请楚汉鹏的时候，倒也还算顺利。只是当楚汉鹏得知关于楚风的事情后，楚汉鹏陷入了沉思。他沉思了许久，才刚刚开始。虽然对于楚风，老夫很是遗憾，可是楚风终究是废子，若是让我选择，老夫还是愿意相信若师和智渊。楚汉鹏说道：“汉鹏大人，这不公平，您不能因为楚风刚刚回到族内，就影响您的判断。”楚轩正法极为不甘：“不公平？这有何不公平？依我看，有失判断的是你楚轩正法。那楚风从小便是废子，并非在族内长大，而若师和智渊却是我处世天族真正的族人。可是你宁愿选择相信一个废子，却也不相信族人。楚轩正法，你还配做处世天族的族人吗？你配做刑罚堂的副堂主吗？你还配做他们的长辈吗？”楚浩言的爷爷指着楚若师和楚智渊，对楚轩正法严声斥责起来。好了，这件事情证据确凿，无需再论，你们先出去吧。楚汉鹏冲着两位太上长老摆了摆手，却唯独没有冲着楚轩正法摆手。见此情形，两位太上长老则是一愣，他们都意识到楚汉鹏是有话想对楚轩正法说，虽然这让他们心生不安，可是碍于楚汉鹏的实力与地位，他们还是在施以一礼后，便带着楚智渊与楚若师退出了这座大殿。此刻，这座大殿内便只剩下了楚汉鹏与楚轩正法。正法呀，问你一个问题，是我处世天族重要，还是真相重要？楚汉鹏问道。大人，您为何这样问？楚轩正法问道。正法，你是聪明人，其实你应该知道我为何做出这个决定，换作是族长来做，也会做出与我相同的决定。楚风已经死了，不管怎么死的，但重点是他死了，便无法为我族做出贡献。可是楚若师和楚智渊却不一样。楚汉鹏说道。可是至少应该还楚风一个公道。楚轩正法说道。公道？公道有何用？能保我处世天族持续昌盛吗？公道不能，可是优秀的继承者可以。现在楚若师与楚智渊都是我族优秀的继承者之一，我们必须保护他们。楚汉鹏说道。可是楚轩正法还想争辩。没有，可是自从当年楚轩辕得罪了新域主界之人，新域主界便一直对我处世天族有打压之势，而其他天族更是从未放弃过我大千上界霸主之位。现在我背上在，他们尚且不敢胡来，可若是我族后继无人，将面临怎样的局面，你知道吗？莫说大千上界霸主地位不保，我处世天族甚至会面临灭族的灾难。为了确保我族能够持续繁荣下去，就必须培养优秀的继承者。在此面前，什么公平、公正、公道都不虚话，因为唯有我族后继有人，才能保证我族延续。若是我族都不能延续下去，要那公道又有何用？楚汉鹏质问道。此刻，楚轩正法则是低头不语，他很不甘心，他很心疼楚风，也很想为楚风讨回个公道。可是他也知道，如今处世天族的处境，在大千上界，处世天族依旧是当之无愧的霸主，风光无限。可是暗地里早就风起云涌，在这祖武星域内，处世天族曾树敌无数，有许多实力不弱于处世天族的势力，都想夺取处世天族所称霸的大千上界。就如楚汉鹏所说，现在有处世天族的族长以及楚汉鹏等人，那些人还不敢乱来。可是岁月无情，现在处世天族的族长和楚汉鹏这些人已然年迈，终有一日他们会离去。那个时候谁来支撑处世天族？他们吗？不仅仅是他们，因为
哪怕是楚宣正法他们这一代人，也终有老去的那一天。所以就如楚汉鹏所说，若想让楚氏天族持续繁荣，若想让楚氏天族延续下去，就需要不停地培养优秀的继承者。而楚若诗和楚志渊，包括楚浩言和楚桓宇，也的确是楚氏天族当今必须培养的小辈。正法呀，你身为楚氏天族的族人，身为刑罚堂的副堂主，更是应该首当其冲，保护这些楚氏天族未来的希望。所以楚风之事不要再提了。楚汉鹏说道。可是若是楚轩辕知道他的儿子死在了我楚氏天族之中，他会善罢甘休吗？楚轩正法问道。听得此话，楚汉鹏沉默了，过了片刻后才说道，我相信在他眼中，我族安危更为重要，否则当年也不会配合我族接受惩罚，流放于祖武下界。楚汉鹏似乎也很清楚，楚氏天族的实力其实是奈何不了楚轩辕的。当年乃是楚轩辕接受惩罚，不过是因为他不想楚氏天族遭到星域主界的刁难，所以做出的妥协罢了。可是楚风可是他的儿子，应该也是他唯一的孩子。当初他能因为楚风而屠戮星域主界的人，可想而知楚风在他心中有多重要。楚轩正法说道，他放任楚风独自修炼，想必也做好了他儿会殒命于外的准备，所以这怪不得任何人。楚汉鹏说道。可若楚轩辕追究呢？楚轩正法问道。若是楚轩辕要追究，又有谁拦得住呢？谁做的孽，就让谁去偿还吧。话到此处，楚汉鹏叹息一声。听得此话，楚轩正法倒也不作声了。其实他早就知道，若是楚轩辕要追究，谁都救不了楚志渊和楚若诗，包括幕后黑手。是的，楚轩正法坚信这背后有幕后黑手，虽然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但是楚轩正法知道，以如今的楚志渊和楚若诗的正常实力，不可能胜得过楚风。可是哪怕如此，他未能替楚风讨回公道，他仍然心生惭愧。可楚汉鹏已经把话说得如此明了，他也不好再多说什么。毕竟楚汉鹏所说也是在理，身为楚氏天族族人，的确也要为楚氏天族考虑。楚氏天族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团结过，内部的争斗始终存在。若因有恩怨，就非要置于一方为死地，那楚氏天族怕也是要实力大减。随后，楚轩正法便离开了这座大殿，而他发现两位太上长老以及楚若诗、楚志渊还有楚灵溪都站在殿门口，并未离去。这么样啊，正法，你劝汉鹏大人那么久，可有让他改变心意？楚浩言的爷爷以一种讽刺的语气问道，因为他坚信楚汉鹏的决定不会改变。楚轩正法这一次注定是要认命了，因为无论是实力还是地位，楚轩正法都还不具备与他们二人抗衡的实力。你觉得你们占了便宜？楚轩正法问道。何以？楚浩言的爷爷问道。害死了楚轩辕的儿子，依我看，你们是大祸临头了。楚轩正法说道。听得此话，楚浩言的爷爷顿时露出不爽的神情，冷哼一声之后便想说些什么，可是还不待楚浩言的爷爷开口，楚志渊的爷爷便抢着说道，大祸临头，做尽恶事的乃是那楚风，志渊与若诗皆是受害者，我们不去找那楚轩辕讨说法，已是仁至义尽。楚轩辕还想找麻烦，恕我直言，他若真想找麻烦，老夫奉陪。很好，这话可是你说的，希望等楚轩辕回来的时候，你还能这般有骨气。楚轩正法冷笑一声，便大袖一挥道，灵溪，我们走。话罢，楚轩正法便带着楚灵溪拔空而起，离开了此处。父亲大人，汉鹏大人真的相信了楚志渊他们的话？难道楚志渊和楚若诗是什么人？汉鹏大人不清楚。途中，楚灵溪很是不甘心地问道，没能替楚风讨回公道，我也很是不甘，可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是楚志渊他们害了楚风，我也当真是无能为力。若是抓着此事不放，反倒是会被他们说成是我的不是。楚轩正法说道。可是难道就这样让楚风白白死去，还要背负上本不该属于他的罪名？楚灵溪问道。傻丫头，你真觉得楚风死了？忽然，楚轩正法笑着对楚灵溪说道，父亲，难道你觉得楚风没死？楚灵溪忽然目露一丝喜色，楚风与他的父亲实在太像了，而他父亲也曾深入多个被誉为必死无疑的险地，可最终都是安然无恙的走了回来。这样的人乃是有大气运者，不会那么容易死的。楚轩正法说道。父亲大人，您的意思是楚风他还在9月神域内，并没有死？可是9月神域已经关闭了，他被困在里面也是必死无疑啊。楚灵溪说道。其实我也不确定楚风有没有死，但是事到如今，我们都是无能为力，与其在这里担心，还不如把希望寄托在楚风的身上。楚轩正法说道。寄托在楚风身上，这要该如何寄托啊？楚灵溪很是不解地问道。希望楚风能够再次创造奇迹，从那无人可以生还的9月神域内走出来。楚轩正法说道。听得此话，楚灵溪反而更加担忧了，期待奇迹发生。那也就是说，若是奇迹不会发生，楚风当真就死了。可是楚风若真的就这样死了，那也实在太冤了。副堂主大人，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快速地自远方飞掠而来，此人乃是刑罚堂的主要成员之一。何事？楚轩正法问道。9月神域，9月神域上空出现了异象。那位成员说道。异象？什么样的异象？楚轩正法问道。9月神域上方雷霆漫天，宛如神雷降临。那位成员说道。楚风，父亲，是楚风。楚灵溪满面喜色地看着楚轩正法，而此刻楚轩正法的脸上也是涌现出了喜色。随后二话不说，带着楚灵溪便快速地向9月神域所在的位置前去。楚志渊与楚浩言的2位爷爷应该也得知了此事，更是在楚轩正法抵达之前便来到了9月神域上空。而此刻的9月神域已然消失，先前那浩瀚宫殿所出现的地址已经恢复成了一片茫茫草原，可是虚空之上却是非常的不平静。9天之上雷霆涌动，宛如道道愤怒的雷龙，欲要从天而降，降妖物，灭魔邪。父亲，真的是楚风，真的是楚风。
这个景象与当日突破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不，更强了。这一次的神雷似乎更强了，这说明楚风突破了。楚风的确还活着，他还在9月神域之内，并且他得到了机缘，竟然就要突破修为。楚灵溪狂喜不已，激动的又蹦又跳，因为天上的雷霆是那样的熟悉，这是他们在楚风回来之前从未见过的雷霆，那是神罚玄功才能引发的雷罚异象。爷爷，此刻楚志渊也是有些慌了，不由得看向了自己的爷爷。莫慌，稳住！楚志渊暗中传音道。可是这异象与楚风当日的太像了，分明就是楚风突破所引来的呀。楚志渊以暗中传音的方式问道。他真的是慌了，哪怕是暗中传音也是那般的慌张，甚至连声音都在发抖，多半是他了。这个小鬼怎么回事？落入了那湖中竟然没死。楚志渊的爷爷也知道这样的神罚很可能就是楚风引来的，可是他也是想不通，楚风怎么可能不死？那湖水拥有着怎样的力量？他感受的真真切切，莫说是楚风了，就算是楚幽远那种2品尊者的高手，落入其中也是必死无疑啊。况且当楚风和楚幽远落入那湖泊之后，他们的确感受不到了楚风2人的气息，2人应当死了才对。爷爷怎么办啊？他们若是没死，那我们的事情岂不是败露了？幽远大人可是深得族长大人器重的，他的话族长大人一定会信。楚志渊说道。说了，别慌，莫说那楚风不可能出来，就算他能出来，可是他们也没有证据证明你和若师说谎。楚志渊的爷爷说道。而看其爷爷那运筹帷幄、自信满满的样子，楚志渊那慌张的心倒也是缓和了不少。可就在这时，那9天之上的神雷忽然劈落而下，正对着9月神域的位置便轰了过去。神雷落下便瞬间消失，并未造成一丝伤害，可是人们却知道那神雷是进入地底之中了，这说明楚风真的还活着，竟然真的活着，到底是怎么回事？尽管楚志渊的爷爷表面上很是镇定，可是他的内心也是泛起了嘀咕。楚幽远这个人毕竟不是寻常的族人，他是负责镇守9月神域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负责镇守9月神域的人。对于9月神域的秘密，没有人比他清楚，因此楚志渊其实也很担心楚幽远知道可以从9月神域逃出来的方法。那个时候双方对峙，他们可就太被动了，哪怕最终难辨是非，草草收场。可是楚风这个妖孽活着，那么对他的孙儿可是非常不利的。而且楚风那般记仇，若是日后成长起来，莫说是他孙儿，连他也要倒霉。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在心中默默的祈祷楚幽远不知道逃生的方法，祈祷楚风与楚幽远都葬送在那9月神域之内。可就在这时，9月神域的上空竟然又出现了道道雷霆，并且这一次那天上的威势比先前还要强横。不会吧？莫说这是连续突破，楚风他是在连续突破。众人惊讶不已，神雷再现，威势增强，这只能说明一个原因，那就是先前的雷法楚风已然承受，他已经突破了。现在天上的神雷乃是楚风再度突破所引来的。果不其然，没多久，那9天之上的雷霆再度凝聚在一起，从天际之上笔直的落下，又在与大地接触的一刹那消失不见。可是过了片刻之后，那9天之上雷鸣再度出现，耀眼的光芒也是再度普照大地，漫天的雷霆再度出现，这一次的威势比上一次竟然又甚之，又突破。众人惊了，连续突破2次的他们见过，这连续突破3次的，这当真是太少见了。不过好在第3次雷霆落下之后，那9天之上终于平静了。当虚空平静之后，这方天地也多随之平静了起来。连续突破3次，就算都成功了，现在的楚风应该也知上9品真仙，所以志渊，你莫要慌。那楚风就算能够从9月神域活着出来，可只是9品真仙的他，也无法战胜即将成为天仙的你。楚志渊的爷爷对楚志渊说道。楚志渊狠狠地点了点头，其实他很担心，他担心楚风遇到了比他更大的奇遇，获得了比那泉水更大的宝藏，所以他很担心楚风继续突破下去。而当楚风停止突破之后，他的悬着的心也自然而然地缓和了不少。就算楚风真的走了大运，能够从9月神域活着出来，可是9品真仙的实力并不能阻止他的脚步。哪怕楚风未死，可是在那即将到来的天骄大会，他楚志渊都要名声大振，重新夺回大千上界最强小辈的称号。可是那楚志渊却并不知道，楚风并未继续突破，并非是楚风没有领悟到突破的契机，而是楚风遇到了一些麻烦。眼下楚风还在那火湖源泉之中，只是楚风早已站起身来，谨慎地凝望四周，就连楚幽远也是站在楚风的身旁。此刻的火湖源泉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泉水所化作的漩涡力量极强，强大到楚风和楚幽远都无法走出这个漩涡，甚至就连周遭的空间都开始变得虚幻。幽远大人，这是怎么回事？楚风问道。看火湖鬼，楚幽远说道。听得楚幽远这样一说，楚风则是将目光投向了火湖鬼，这才注意到火湖鬼此刻浑身上下散发着奇异的光芒，而那光芒竟然围绕着他的周身旋转，那光芒简直就像是一座阵法一样，而那旋转的形态与速度简直与此刻这火湖源泉如出一辙。是这个小家伙捣的鬼。楚风恍然大悟，小家伙，你要做什么？楚风大声问道。然而无论他怎么问，那火湖鬼却是一言不发，就宛如听不到楚风所说的话一般。可恶，这小家伙到底是怎么了？楚风有些慌了，因为他能够感受到此刻这火湖源泉内的力量越来越诡异，也越来越强大，情况似乎不妙。楚风跟紧我。楚幽远来到楚风前方，紧紧地抓住了楚风的手腕。此刻楚幽远释放着他那2品尊者的力量，想要尽量地稳在此处。可是随着那漩涡力量的增强，哪怕楚幽远也是无法站稳，开始随着漩涡旋转起来，
起初速度还很慢，可是渐渐的他越来越失控，旋转的速度变得极快，那漩涡的力量太强了，他绝对不仅仅是带着楚风二人旋转这么简单，就连楚风的意识也是变得模糊起来。而当楚风意识恢复，当自己的身体终于不再随着漩涡而旋转之际，楚风却惊愕地发现，他已然来到了星空之中。浩瀚星空之内，楚悠远依旧紧紧地抓着他的手腕，可是他们二人却依然没有恢复自由，而是随着一股无形的力量，在这浩瀚星空飘动，他们依旧在随波逐流。楚风，你没事吧？楚悠远恢复意识后对楚风问道。前辈，我没事，只是我们这是在哪里？楚风问道。真是想不到，那火狐鬼掌握着如此强的力量，居然撕裂了空间。现在我们应该是通过空间裂痕进入了空间隧道之中。楚悠远说道。空间隧道？楚风很是惊讶，他真的不知道这虚空隧道为何物。空间隧道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就犹如我们眼前所见，我们无法抗拒这种力量，只能在虚空之中随波逐流。虽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周围的情况，可若是有人从我们身旁经过，但他们其实根本就看不到我们，也感受不到我们的气息。楚悠远说道。也就是说，我们被困在这里了？楚风问道。的确如此，楚悠远说道。那我们该怎么逃离此处？楚风问道。我们没有任何办法，除非遇到空间裂痕，我们可以通过空间裂痕逃出去，否则将别无他法。相传很多强大的修武者就是因为不小心落入了空间隧道之中，从而被困一生，直到老死。楚悠远说道。竟然还有这种地方，这也太倒霉了吧？楚风说道。不，这未必是一件坏事。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还活着，可我们若是继续待在9月神域的话，怕是就必死无疑了。这么说来，那个小家伙是他故意的，他是在救我们。楚风脸色变化，忽然意识到，原来那个火狐鬼掀起这场风波，并非是要害他们，反而是在救他们。看来是这样的，楚志渊说道。此刻，楚风顿时心生感激，尽管眼前的局势也并不乐观，可至少躲过了一劫。而那火狐鬼看似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熊孩子，可实际上却也没有那么简单。至少他知道楚风身陷险境，至少他出手撕开了空间裂痕，让楚风离开了9月神域。楚风，天无绝人之路，而你又是有大气运的人，相信一定会遇到空间裂痕。只要遇到空间裂痕，我们抓住机会便好了。不过空间裂痕的事情交给老夫便好，至于你，不要浪费时间。其实哪怕在这里，你也是可以突破修为的。楚悠远说道。在这里突破修为可以吗？神罚进得来吗？楚风抬头望着虚空，竟然也是心生向往。修武这么久，他还从未在虚空之上突破过修为，其实他倒也是蛮想体会一下这种感觉的。据说是可以的，而你先前被火狐鬼运用的阵法打扰，应该还没有突破到你目前所能达到的修为极限吧？楚悠远问道。的确还没有达到。楚风说道。那你还犹豫什么呢？楚悠远笑着说道。好，晚辈这就继续。楚风微微一笑，随后便开始了突破修为。楚风尝试突破没有多久，很快在楚风的头顶上方便出现了漫天的雷霆。可能是因为身在这浩瀚星空的原因，那漫天的雷霆感觉距离楚风非常的近。楚风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距离的神雷。最重要的是，明明楚风在跟随着空间隧道内的力量快速的移动，可是神雷却始终在楚风的上方。那神雷在跟随着楚风而移动，很快的，那神雷便劈落而下。因为距离较近的原因，那神雷几乎眨眼之间便来到楚风身前。他竟然真的进入到了这空间隧道之中，并且开始不断的向楚风发动进攻。这一次的神雷力量格外的强，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突破真仙境这么简单。只要这一次再成功，那么楚风的修为将踏入天仙境，那将是一个全新的境界。楚风将得到真仙境强者永远也无法得到的力量。因此，哪怕神雷带给了楚风极大的痛苦，痛得楚风咬牙切齿，整个脸庞都变得扭曲，可是楚风的内心却是狂喜的。终于，雷霆消散，楚风承受住了神雷的惩罚，他的气息也是成功自真仙化为了天仙。虽然9品真仙与1品天仙只是一线之隔，可是楚风能够感受到，此刻他的力量当真不是真仙境强者可以比拟的。哪怕淡淡的逆天战力那般力傲的真仙境内几乎无人可敌，但是楚风若是与淡淡交手的话，楚风也有着绝对的自信，可以胜过淡淡。这绝非是盲目的自信，而是天仙境的力量带给楚风的自信。可是哪怕楚风已经踏入天仙境，却并没有停止修炼，他竟闭上眼睛再度尝试突破，并且很快的他又引来了漫天的神雷。见此情形，楚悠远则是满面喜悦。他早就知道以楚风的领悟力，在那火狐源泉内将得到极大的收获，否则不可能引发异象。因此楚风的修为绝对不可能停留在9品真仙，而1品天仙也不可能是楚风的终点。现在楚悠远非常迫切的想要知道楚风他的修为到底会达到怎样的层次。虚空之上雷霆涌动，只是可惜位于大千上界9月神域的楚氏天族等人却是看不到。这里天上地下依旧宁静，可是人们的心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平复下来。怎么没动静了？楚风怎么没有出来？父亲，楚风他怎么没有出来？等了许久却不见楚风踪影，楚灵溪再度变得焦躁不安，因为他几乎已经知道楚风没有死，但却被困在了9月神域内。而此刻的楚轩正法也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楚灵溪。楚灵溪担心楚风，他又何尝不是如此？看来老天爷不准备放过楚风，他真是罪责难逃啊！就在此刻，一道讽刺的声音响起，是楚浩言的爷爷。他眼见着楚风逃不出来，竟刻意来到楚轩正法身旁，讽刺楚轩正法：老天若是有眼，楚风就一定可以活下来。楚轩正法说道：是吗？楚浩言的爷爷冷笑一声，随后说道：就算他能活着出来，我楚氏天族也一定不会放过他，就怕等楚风真的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便就不能笑得这么自在了。
楚轩正法说道。听得此话，楚浩言的爷爷嘴角掀起了一抹古怪的笑容，随后竟以暗中传音对楚轩正法说道：“你猜的没错，楚风就是我们害死的，是他找到了阴阳之门内的宝藏，但是他却什么都没有得到。不仅如此，还被我们推入死亡之湖。可是就算你知道，又能如何？楚风不仅要死，他还要臭名远播。”听得此话，楚轩正法顿时目露怒意：“怎么想对老夫动手？也不看看你有几斤几两，再去修炼几千年，再来向老夫讨教吧。如果那个时候老夫还在世的话。”哈哈。楚浩言的爷爷发出无比猖狂的笑声，哪怕人已经走远，可是笑声却还回荡在天地间，这让楚轩正法愤怒不已。可是他却又无可奈何，因为他并不是楚浩言爷爷的对手，并且只要找不到楚风，他也没有任何证据去证明楚志渊他们夺楚风所做的事。这口气，他只能选择咽下去，同时祈祷楚风能活着出来。等了许久之后，也未曾看到楚风身影。众人渐渐散去，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楚风死定了，就算现在不死，也迟早会死。因为这么多年来，自打9月神域关闭后，还遗留在其中的人，便没有一个可以活着走出来的。除非就算再逆天，也绝对不可能从9月神域走出来。毕竟人们觉得他若是可以走出来，那么应该早就出来了，不可能在9月神域内进行突破。而想到此事，最高兴的莫过于楚志渊的爷爷和楚浩言的爷爷这两位太上长老。虽然楚风连续突破修为，倒也是让他们惊了一下，可是他们仍然觉得楚风必死无疑。可他们却想错了，楚风不仅离开了9月神域，并且楚风的修为也绝非是他们所想的那么简单。浩瀚星空，无穷无尽，这里是在强大的修武者也会显得渺小的地方，而楚风现在就在这浩瀚星空之中。虽然被困在空间隧道之中，但是楚风的心情却是大好，他已经停止了突破，而现在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4品天仙，从6品真仙到4品天仙，这是一个很大的跨度。若是这样的突破能够让楚氏天族的人看到，想必所有人都会再度惊叹于楚风的天赋。可是4品天仙却也并非是楚风在那火湖源泉内的全部收获，因为楚风距离5品天仙只是1线之隔。楚风有这个自信，要不了多久，他就能够领悟到突破5品天仙的契机，并且一举冲破那道屏障。楚风，真是恭喜你啊！楚幽远打量着此刻的楚风，眼中满是喜悦的目光。他自然高兴，他是为楚氏天族高兴，因为他坚信，若是其他人落入那火湖源泉，不可能得到楚风这样的收获。楚风得到了，完全是靠自己的天赋，如此天才，乃楚氏天族之人，他怎能不喜？多谢幽远大人。大人，您的伤如何？楚风修为连续突破，自身也很是高兴。可是当他看到此刻的楚幽远，却忽然想到了楚幽远的伤势，不由得露出关切的目光。因为楚幽远的伤虽然缓解了许多，但却并未痊愈。无碍，小事。楚幽远淡淡的笑道，随后便望向前方。楚风知道楚幽远是在仔细观察前方，若是出现了空间裂痕，他好抓住机会从空间裂痕逃离。但是楚幽远的伤势是必须要进行治疗的，这样拖下去对楚幽远来说很是不利。大人，您来告诉我空间裂痕是什么样子的？若是看到空间裂痕，晚辈立刻叫您。而在此之前，您先将身上的伤治好，您看行吗？楚风说道。听得楚风这样说，楚幽远先是有些犹豫，可是看到楚风那坚定的目光后，他似乎也意识到楚风不会轻易妥协，于是犹豫片刻后，他还是笑着点了点头道：“也好。”随后，楚幽远便告诉了楚风关于空间裂痕的事情。他不仅仅告诉了楚风空间裂痕的样子，他还让楚风知道空间裂痕的来历。众所周知，强者的出手，空间都会震碎，天地都将陷入一片黑暗。可那只是暂时性的，空间的力量远远超过寻常的修武者，哪怕被震碎，也会立刻恢复。但远古时期的修武者远强于现在的修武者，那个时期的强者交手将造成怎样的破坏，完全可想而知。尽管哪怕再强的修武者所对空间造成的破坏也注定会恢复，但久而久之，空间之中也留下了一些细微的伤势，这便是空间裂痕与空间隧道。空间隧道流淌于浩瀚星空之中，这股力量虽然无形，但却宛如江河，分别以不同的曲线存在着浩瀚星空或者一方世界之内，而每个空间隧道内都有空间裂痕。空间裂痕既是入口，也是出口。但是既然进入空间隧道是一件很难的事，那么想要出去自然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所以哪怕楚风他们有幸在这空间隧道内发现了空间裂痕，但想要出去却也需要极大的力量才行。那个力量至少楚风还不具备，所以才需要楚幽远出手才行。得知空间裂痕的事情后，楚幽远便放心的去疗伤，而楚风则仔细观察前方，生怕错过空间裂痕。因为空间隧道流转的轨迹可能是不变的，但是空间裂痕却是随机出现的。可能楚风的前方不远处就有一道空间裂痕，可是当楚风靠近后，那空间裂痕便消失了。也可能楚风先前经过的地方明明没有空间裂痕，但是楚风经过之后，空间裂痕就出现了。正因为空间裂痕的不确定性，才让这空间隧道变得可怕。明明每一个空间隧道内都有一个甚至多个空间裂痕，但是正因为空间裂痕的随机性，才导致很多人会被这空间隧道困一辈子。因此楚风才必须专注的观察前方才行。可是奈何幸运并没有再眷顾楚风，楚幽远的伤势早已经痊愈了，时间也在不断的流逝。楚风他们已经在这个空间隧道内徘徊了几个月的时间，眼看着天骄大会的日子已经临近，可是楚风他们却仍然被困在这空间隧道之内。这几个月的时间内，楚风已经领悟到了突破到5品天仙的契机，楚风却一直没有进行突破，因为楚风就怕一直被困在这里，所以他才要留着突破的机会。按照楚幽远所说，修武世界中有一些真正的强者是可以脱离世界，遨游于浩瀚星空之中的，那样的强者可以凭借自身力量
便强行在空间隧道内撕开一道口子，将困在里面的人救出去。但是空间隧道的隐秘性很强，哪怕那样的至强者也不会察觉到空间隧道的存在，所以楚风需要保留突破的机会。若是有幸遇到了那种遨游于星空之上的至强者，楚风进行突破，引来天雷，自然可以暴露自己的位置。只要那种至强者对楚风感兴趣，便会出手解救楚风。当然，这也是一种碰运气的想法，甚至可以说，相比于碰到空间裂痕，碰到这种至强者的机会更是小得多。毕竟那种级别的强者，在整个修武者的世界上都是少之又少，自然不容易遇到。但是楚风也没办法，他不想一直被困在此处，便唯有使用这样的手段了。眼下，楚风和楚悠远一如既往的在那空间隧道之内，楚风盘坐着，似在思考着一些东西，而楚悠远则凝视着前方。尽管已经过了这么久，他始终没有发现空间裂痕，但是他的专注力却始终未曾下降。不能再等了。忽然，盘坐着的楚风站起身来，他的手中还多出了一把血红色的长剑，那是魔兵邪神剑。你最终还是决定要动用这把剑的力量吗？楚悠远背对着楚风，并未回头，可他却知道楚风想要做的事。前辈，我们不能一直被困在这里。楚风说道。楚风，我知道你的那把魔兵很强，可是这空间隧道的力量，你应该也能感受到。继续等下去还有机会，可你若要动用你那魔兵，怕是你便真的没有机会了。楚悠远说道。其实这已经不是楚风第一次准备动用邪神剑了，可是每一次楚悠远都会劝解楚风，他知道邪神剑具备着强大的反噬之力，甚至可能会危及楚风性命，所以他并不想楚风使用邪神剑的力量。大人，您不用劝我了，我已经想好了，这一次我一定要试一试，并且我不会竭尽全力，我只是想试一试，若是不行，我会立即停止催动这把剑，绝对不让它对我造成太大的伤害，更不会让它占据我的肉身。大人，您就让我试一试吧。楚风以一种祈求的语气说道。楚风在这空间隧道内这么久，已经意识到这空间隧道是围绕着大千上界流转的，因此这空间隧道只要出现裂痕，多半会让楚风回到大千上界，那个时候楚风便可以向楚之渊他们讨回公道。楚风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讨回这个公道，所以他才失去了耐心。而面对这样的楚风，楚悠远也是有些犹豫。楚风，你看。可就在这时，楚悠远忽然指着前方大喝一声，顺着楚悠远所指的方向望去，楚风也是神色大变，随后面露狂喜之色。在空间隧道的前方出现了一个蜘蛛网一样的物体，那正是传说中的空间裂痕。空间裂痕是空间裂痕。楚风，你不用动用邪神剑的力量了，你可以离开此处了。此刻，女王大人高兴的又蹦又跳，简直比楚风还要激动得多。毕竟，相比于楚悠远，女王大人更知道邪神剑的力量，所以女王大人比楚悠远还不希望楚风动用邪神剑的力量。而眼下，空间裂痕已经出现，也就代表着楚风他们可以离开这空间隧道。楚风不仅无需动用那危险的邪神剑，并且还将离开此处，重返大千上界。女王大人自然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